有人袭击三代，谁那么大胆子？看清了，是日本鬼子。二龙，你给我说实话，你两个黄花闺女是从哪儿劫来的？鬼子手里抢的。混账东西，你怎么不早说？咱们也好做个准备啊！亚山，拿枪！咱们是等的火拼，还是先打小鬼子？先帮土匪打小鬼子，然后我再敲这帮土匪，就打双。看王家的，枪！奶奶的啊，打得还挺猛！招呼兄弟们，死守阵地。好嘞，走！出不去，带他找别的路。啊，这边。韩队长，我来了。三龙，带马队冲出山寨，引开敌人火力。弟兄们，杀！把当家的上山的龙掩护。好嘞，走！我姑娘在哪里？他娘的！
得让你把脑肠给引出来。铁路。笨蛋，这是战术，会过后我给你申请嘉奖。嗯，巴卡。找我呢？绕枪，你赢了。别杀他了！二龙，把他们绑了。好，走。收脚。敢问壮士，尊姓大名？赶走。大当家，这次打败小鬼子，多亏了这位壮士。林东外坤，我们不能贸然前进，万一中了土匪的埋伏怎么办？我看还是先请示上峰吧。土匪有什么好怕？如果你们害怕，我们讨伐队自己上。X。别说闲话了，这河口船这都打起来了，诸葛亮让我干啥说？别走，别说，走，走，跟紧我。林东外坤，我看这次土匪他们有准备，我们怎么办？袁小雷，攻击山寨两侧，把他们引出来。走！庄爷，我看不见了。没事吧？林东外坤，土匪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火力？他们肯定是有所准备的。
咱们撤退吧。新疆逃兵们，听我指挥。死了！动作！我看不来，医生，我以后这是个立功的好机会，我把它送给你。你快走！同志们，给我冲啊！撤退！是。车队马上到了，就想办法拦住他们，我得找个合适开枪的地儿。好，我去引开他们。你为什么不开枪？必须到达那个位置才有机会开枪，只有一枪的机会，让日本人受不了。那我成，准备好了，我去引开他们。
带着同志们从西边出来，那有人接应，我来引开他们。注意安全！有伤，快撤！要不先放下啊？兄弟，吴大队长，安埋在大路上的地雷不能帮你拆了。我知道。我知道。工程师已经死了，死在矿上。工程师没有死。你说什么？工程师没有死，死的是石野银三郎。怎么是师爷？师爷装在我枪口上。你撒谎！我明白了，你在利用康联这次机会给你自己报私仇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以为有第二次机会的。根本没有第二次机会。你应该明白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只有一次开枪的机会。我以为有第二枪。哪有第二枪啊？你看看他，你看看他啊！他为了你那宝贵的一枪，把自己命都搭进去了。你对得起他吗？你尹志，你对得起我们大家吗？你对得起我们大家吗？松开我！杜远，你说的什么枪王，还要依靠他抗日？他能靠得住吗？他啊，是枪打得准点，那有个屁用啊！一到关键时刻就顾他自己了。你平日里怎么教导我们的？一到这个时候，你怎么自己都忘了？你给我少说两句！我少说不了。你知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的心情我能理解。现在大伙谁心里都不好受，但是我认为这件事情不能怪武章兄弟。武章兄弟杀了石野银三郎，对我们的帮助一样很大。我要去百家村工地，一定要杀掉莆田为小贾报仇。他为什么豁出命去杀小鬼子？他想给他的爷爷、给白家村的老百姓报仇。我告诉你，如果换作是我，我看在仇人在那，我也一样会这么做。杀莆田还会有机会，但是咱们不能因为这个破坏了我们之间的团结。武章兄弟，武章兄弟呢？政委，他走了。你呀！情况更糟，不能连着，赶紧撤！老爷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武康，对不起，咱们的同志们更大。 老
停住啊！停住！马上到了！闹场你有脸回来吗你啊？你什么他妈枪王？你什么行啊你？你看看弟兄们，你看看一个一个都什么样啊？啊！你我他妈以为你家里没诈骗？少说两句，先上我伤员。兄弟，武昌兄弟，武昌兄弟！我这路啊，来请，我是枪王。你都给你吧。交钱。大脚大，我是枪王，把钱都放在里面。我是枪王，把钱都拿出来。把钱拿出来。枪王通牒第2号，第2号，近日有人假借枪王旗号抢劫钱财，系小鬼子所，现已呢杀死。所想财物呢一定归还原主。不是说小鬼子干的吗？对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宫本善二，关东军第108师团中队长，步兵学校毕业，射击精准，能击中800米之内的一切移动物，曾在战场上击毙中国士兵36名，是同期学员射击比赛中的第1名。这个人我知道，但是他没有山地作战经验。山本宁次郎，关东军第17师团上等兵。步兵学校毕业，曾在淞沪会战中击毙国军狙击手5名，士兵76名。作战经验太过单一了。松下中山，还有吗？一共17名。都是关东军里的王牌枪手，这里面没有大可中意的人选吗？对付那武强，这些人真的没有十足的把握。哎呀，
鬼冢正，步兵学校射击专业教官，是大日本帝国独一无二的枪手，也是我的老师。要想对付那武场，只有靠他了。 报告。听命了。参谋部的吉冈一郎，很抱歉这么早就过来打扰您。何の用？早く言え。您的学生井上少佐来电，告诉您，矢野岩三郎大佐死了。 就是多次请您到满洲教训的矢野大佐，还没等来您，他就被悍匪给缴了。是在同一个枪手的枪下吗？嗨，这是讨伐队新任长官前原家彦大佐给您的电报。前原家彦，就是。 那个御酒师的侄子。嗨，大佐，鬼冢真人这边回电报了。怎么说？请大佐另请高明吧。喂，他不肯来吗？不是，只是他提出了一个。 无理的要求，什么要求？他说，如果他来了，并成功打败了那武场，他要求大佐辞去这里最高指挥官的职务。大佐，这是个无理的要求，请大佐拒绝。我给他准备2样东西，马上叫人带给他。如果他还不肯来，那我也没办法。嗨。有人在这埋伏过，有脚印儿，草味也是新的。 这条路咱们刚才走过。我们路过的时候，他就趴在这儿。不对，我应该能感觉到，除非是个高手。你觉得会是什么人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
小赵出去贴枪王通牒，牺牲了。每次贴通牒不都先侦查好了再行动吗？这到底怎么弄的？可能遭到埋伏了吧？埋伏？不能。小鬼子如果真的有埋伏的话，不可能杀人，一定会留活口。副政委，让我看看。蹊跷，按说小鬼子杀人应该用枪，这兄弟身上一个枪伤都没有，鼻子里全是血，是被人活活打死的，身上的关节一个一个都被人拿掉了。我们在山里打山牲口，想留整皮的时候也用这种手法，只是有人故意在跟我叫号，故意这么干的。尸体在哪找着的？同志们在城外野山坡发现的。抬他的时候，身子全是软的，要不是因为肉还连着，胳膊腿就全都掉下来了。旁边有没有发现什么特殊的人？旁边，小林他们发现的。没见人，旁边连个脚印都没有。上次在野山坡，我们发现有埋伏着的人，会不会是他？老爷，我让咱们去看看去。抬到后山，是。通知兄弟们，以后这条路别走了，进出抗联营地走别的路。为什么呀？跟我过来。这什么？这是我沿途放的夹子，我不想让人藏在这儿，现在被人全起出来了。什么人能把这夹子都起出来？不知道。但如果是小鬼子干的话，这个小鬼子很可怕，他肯定是发现了这些，然后蹲在这儿，跟着抗联战士在贴通牒的路上把他们杀了。老爷，告诉咱们自己的同志，以后这条路不能走。坏了，刚才2位同志就从这儿去的城里贴通牒了。糟了，赶紧去找。政委，什么事？我们在发现小赵的地方看到了石头，他也牺牲了。政委，石头跟黑蛋是一块出去的，那黑蛋呢？老爷，你带一半的同志到城里去给我搜。武长，你跟剩下的同志跟我在城外边搜。今天一定要把这畜生给我找出来。好。
是洒落在街上的枪帮徒弟，全都是血。这兄弟很有可能已经遇害了。你想，咱们出事俩兄弟，都是在城里贴通牒的时候被害的。这死后尸首都被运到了城外。如果这兄弟也出事了，这尸首肯定会被运到同一个地方。同一个地方？那我们就去野山坡等他。是在耍我们。补偿呢？没跟来。糟了。畜生跑了。别走，怎么了？ 小心！他来了。千元家业，出来！千元家业，出来！就几个。嘿。千元家业，出来！千元家业，出来！千元家业。 你得下来！千元家人，混蛋！ちょっと待って。 这是，你就是千元家业。嗨。
我是鬼冢正。等了您好久了，不用这么大声吧？我不聋，有什么话可以到里面去讲。我是要告诉大家，我是谁，来这里干什么。我为大家做介绍吧。鬼冢正中佐，步兵陆军学校的射击指挥教官，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狙击手。这还不够。我为什么来这里？你对我有承诺。戴桑，不要相信这个人，他就是个疯子，不要让他在这里胡言乱语。是的，我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我对您的承诺。我不能相信你，我让你把你对我说的话，当着你的所有士兵说出来。不会。如果您愿意，可以同他们讲，您自己同他们讲。用那个来吧。千原家业说了，我鬼冢正如果帮助他打败了中国枪王，他千原家业就辞去这里最高指挥官的职务。报告，兄弟はあんまりか。千原家业，我知道你是靠你在天皇身边卖酒的叔叔，才有了今天。作为一个帝国军人，我最看不起的，就是你这种人。你有什么资格做这里的最高指挥官？你必须辞职。是。住嘴！嗨！我期待着我辞去职务的那一天，因为那一天就是你胜利的那一天，也是帝国军人胜利的那一天。千原家业，哎，你们都听着，我来这里是要和中国枪王做1对1的较量，不需要你们任何人的帮助。如果谁多事，我就一枪杀了他。明白了。他奶奶的！中间还有没有了？有，都去拿来。是。我就不信了，我去听，还有谁去？我去，都去。不能去。
我这把年纪，就求求你行不行？老九，你说什么？你老糊涂啊你！你把我孙子给放了。高爷，你求我？我求你。那好，你跪下。高爷，高爷，你看着我眼睛，高爷，不能给这畜生跪，高爷，跪下，跪下，不然我一枪打死他！我去你大爷的，高爷！高爷，你起来！高爷，你起来！小子，记住爷爷的话，啥时候你都不能死，咱中国人死的太多了。只要能让小鬼子死的人，都得活着，好好活着，想着有点活。高爷，你起来！我老赵杀了那么多鬼子，我够本啊！不够！咱白家村死了多少人呐？这10多年，这鬼子祸害了多少人命啊！小鬼子就是咱这个地皮上的狼，一天不赶走的，咱一天不够本。你起来！老东西，你想救你的孙子，钻过去？你杀了我！就是个畜生！钻过去！高爷不能钻，高爷！高爷！高爷，你不能钻，高爷！高爷！高爷！你这个畜生小鬼子！高爷！高爷，你要走，你可死！要不用那些阴招，今天跪在地下求饶的应该是你。开枪吧！你要是有胆量的话，你把他放了。下一次再比，输的一定是你。打呀！老先生，我可以饶了他，不过你看看，他现在就是个废人，留着他。只能四处的宣传大日本皇军的胜利，我的胜利。畜生！部长，听着，千万别听着，挺住啊！高爷，高爷，高爷。高爷！武长哥，武长哥，
呢？武长哥，二双，刚爷呢？他留我在这照顾你，他上山去了。快带我去！武长哥，你干啥呀？武长哥，武长哥！阿爷！刚爷说了，你的眼睛不能着光。来，武长哥。我怎么？刚爷！武长哥！刚爷！干嘛去了你？刚爷！大当家的，刚才我已经查过了，这周围没有日本兵。这个日本人的诊所也没有那个刘大夫说的那么害怕。你和兄弟们在这儿等着，我去弄药。拿着银票，小心点儿。哼，拿日本人的东西，还要给他银票吗？走。走开！快走！快走！快走！家的，你带着兄弟们先走，我掩护。你们这人听着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乖乖给我走出来，放下枪！他娘的！打！大当家的，三大家的，你们先走，我们掩护。大当家的，你要。上！联防队吗？什么地方打击？哦，我马上向大佐报告。大佐，快大茂镇来了一批满洲禁卫队的人，拿着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进的城。辛苦一下，300号啊！秦将军。嗨，马上带人去迎接我们这位新来的最高治安官，中野思良大佐吧。嗨。大当家的，刚刚听枪声，是你们真打起来了？是的。咱们得赶快冲出去，估计一会儿他们就要全城戒严了。那赶紧走吧！走走。你听了，快给出战！走！大汉，打不了了吗？快给我抓开！上，给我抓开！下去。富兰小姐，
兰小姐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哦，我在这儿等刘大夫。大当家的是今天会接他出城，可是都这会儿了还没出来，我着急呀。你是从哈尔滨回来的吧？药拿到了吗？当然了。司长有病。站住！这是什么？衣服。别打了！快点，走，快点！你把药给我吧，我拿去给武昌哥。那怎么行？我得亲自把药交到刘大夫的手上。再说了，这药给你们，你们也不知道怎么用啊。你没看见呀？刚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，突然来了一队兵，就把城门给围住了。现在进城的人挨个搜，你还是把药给我，这样比较安全。放心吧，应该没有问题的。我带着特别通行证呢。哎，你还是把药给我吧，这样保险点。你别担心了，放心吧。当心啊！走，别打！先别着急。报告大佐，我们抓到了抗日分子，他把纸条吞到肚子里面去了。处理现场。忠烈思良，个混蛋！要老这么整，怕把你吓出毛病来。走，兰兰，你留下，爹有话要说。哎，我说你前院全是男人，这大半夜的，这舞刀弄枪的，你把兰兰留下干什么呀？给我闭嘴！我跟我女儿说话碍你什么了？多管闲事儿。好，兰兰。早点回屋。这里面太危险了，跟爹去樱花会馆，那里有日本人守卫，那里安全。我不去。兰兰，听话。李副官有，备车。是。
生的共命的，会不会是副司令？哼，作恶多端，必遭报应。睡觉。给过你改过自新的机会，但是你执迷不悟、丧心病狂，残害我革命将领。今天你的死期到了，陈升，我诸位司令是大日本帝国子民，为帝国而战，为天皇效忠。我无耻汉奸，卖国求荣，罪该万死。今天我将代表人民，就是来判处你的死刑的。给我上！别过来！兰兰在这儿。 别过来！快点过来！各位爷们，后悔的！ 我真来不及了！撤！撤！在哪呢？来了，就走这条路，马上就能看见了。看清楚了，是正月4良吗？这车从讨伐大队开出来，我们一路派人盯着，保准没错。去通知陈连长，以我枪响为号，准备战斗。是。陈连长，您副大队长说了，枪响就行动。累，准备好。
是不是发觉什么了？管他发现什么呢？既然来了，就不能让他跑了。副大队长，我们是不是还得侦查一下？来不及了，同志们，给我打！揭开这块布裙，还想跟你说几句话。自打拿武长认识了你，做的事儿就都不爷们儿。高兴了，一句话不说，扛起来你就走。是啊，退婚的也是啊。但是说句心里话，俺见你第一面就稀罕你。俺想给你过好日子，跟你过安生日子。可是，我现在走的是条生死道。那天在土匪山寨，俺拦着不让你上花轿，俺不是拦着你嫁人，俺就想让你找一个踏踏实实的人，踏踏实实的过日子。我想跟你说，俺想好了，这次定了不改了。如果揭开布，俺眼睛看得见，你郭大双上我给你准备好的8抬大轿，在林子里转几圈，你定。但如果我眼睛瞎了看不见了，从此以后，我们俩再也不要见面了。就这。行不行？行。
是想问一句，为啥你哭的时候还这么好看？看见了，大双，以后你就上南武朝的女人了。哎呀，我南武朝能看见嘞！我大双是我南武